快龙，一个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宝可梦，竟在450人的大赛偷偷摸摸的拿下了第3名的成绩。关键是在7局与水军的对战里拿下了6场的胜利。不过本周确实上榜非常多的新奇和有趣的构筑，而本周冠军的构筑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套构筑，并且它在目前环境也算是蛮有优势的。而这一套构筑就是。大家好，我是童年阿琛。目前观看视频的人数只有2%是有订阅的。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和按赞。那正式进入本期的介绍吧。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水军。本次上榜的大部分都是水军人蛙的构筑，在本次上榜的32副构筑里占了11副，相对于上一周的大赛少了2副，算是目前最热门的构筑，并且在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也是来到了17.41%，并且在将近4000场的对战里胜率依然保持在53.92%，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而下一个要介绍的是达克鬼人的组合，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依然是排名在第2名的位置，不过上榜的数量从上一周的8副变到了这一周的3副，但是这一套的胜率还是相当稳定的，在2500场将近左右的对局里，还是有获得52.38%的胜率。而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快龙构筑，说真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快龙在大赛里拿到前3的成绩，真的是非常开心。毕竟这也给我们证明了任何牌组都是有机会上榜的。或许我没有用快龙连胜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在对战失败后就马上放弃这套构筑了，没有羁绊，完全不能甩你抖肉。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雷公构筑，本次上榜的只有1副，并且拿到了非常漂亮的成绩，也是在本周再次冲击到了 Top 10的排名。本次上榜的搭配是和自爆磁怪的搭配。下一个是专门为了针对水军而出现的构筑，20大王的单卡构筑，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从上一周的第11名直接上升到了第3名的位置，并且胜率也是来到了52.38%，算是本周比赛使用率提高最多的一套构筑，并且这一套也是本周前3的构筑，也算是20大王久违的回归。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银棒战兽的构筑，搭配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战锤龙和花舞鸟的构筑，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和战锤龙的搭配排名在第11名，相对于上一周的第23名的位置，本周直接上升了9个名次，并且胜率还是保持在非常不错的54.76%。而下一套上榜的是我们的火翼部构筑，这一套算是上个版本末期就出现的构筑，最主要它还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构筑，上榜的虽然只有1副，但是依然是拿到了前10的好成绩，并且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也是直接上升到了第5名的位置。而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我们夜一部的构筑，本次上榜的也是只有1副，并且是与达克莱伊的搭配，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是在0.43%，胜率则是在50%，算是中规中矩的一套构筑。不过也是久违的看到夜一部再次登场大赛的环境。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按赞和订阅。那我们正式进入第2周450人大赛的 Top 32和有趣构筑介绍吧。首先，第一套要介绍的是拉蒂亚斯和拉蒂欧斯的构筑，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30名的成绩。这一套算是目前我在大赛里第一次看到上榜的构筑，整体上就是围绕着拉蒂亚斯的快攻，而中期和后期用哥哥拉蒂欧斯来做爆发。虽然这一套也是有搭配鬼龙，不过其实并没有到那么的融合，因为拉蒂亚斯算是前期就能攻击的卡牌，如果攻击的话就不能发挥鬼龙自行填能的特性。不过喜欢拉蒂兄妹的话，还是非常推荐可以玩一下这一套构筑的，但是目前依旧只能给这套构筑一个C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阿尔宙斯和皮丘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21名的成绩， 1.99%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40.24%。整体上靠着皮丘的填能让阿尔宙斯有机会在中期就能够发动攻击，并且搭配花舞鸟来抵挡 ES 的伤害。不过目前环境并不是那么的讨好，第一就是目前大部分的主流构筑都有应对花舞鸟的对策，所以这一套构筑并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吃香，并且在大顺风的情况下也没有达克阿尔的高打点。不过这一套依然是偏向稳定的构筑，目前只能给这套构筑一个 C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夜一部和达克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17名的成绩， 0.66%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60%。整体上靠着夜一部的技能攻击后，如果对方的战斗宝可梦是基础宝可梦的话，对方下一回合就无法进行攻击。在目前环境都是基础宝可梦1叉都是主流的情况下，确实是能发挥还蛮不错的效果，并且发挥效果的概率相对于之前的版本也是提升非常多。不过后期还是比较难发挥出来的，这一套要发挥好的话是比较
看对方的牌型的。如果对方都是进化型构筑的话，实力就会大幅下降，并且这一套构筑的能量消耗也是非常大量的。如果叶一步、一叉和达克都需要攻击的话，最少需要填5颗能量，而这一套构筑并没有任何额外填能的手段。喜欢叶一步的玩家依旧是非常推荐尝试这一套的，但是目前只能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C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米明二花无鸟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11名的成绩， 3.76%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52.70%。这一套会崛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水军在目前环境确实是非常容易遇见到的。它的优势就是在后手的话，2回合就能够直接昏厥盲血的水军，甚至有些玩家直接连花无鸟都不带，只用敏明。这样的话确实是会更稳定，但是如果遇到不能对付的牌组或者遇到花无鸟牌组的话，直接是没有还手的手段的。并且这一套构筑在打20大王构筑的时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毕竟自行填能的特性让20大王在前期基本是没什么能发挥作用的。不过这一套在面对对方是续航非常好的构筑的话，这一套就会打得非常的难受，快攻优势会直接荡然无存。但是目前依旧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B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银斑战兽和战锤龙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9名的成绩， 1.99%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56.52%。这一套其实算是目前大部分的比赛都会看到越来越多上榜的情况，最主要还是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电系构筑上榜。而这一套看到电系嘴巴是直接可以马上嘻嘻笑的，战锤龙后期基本上都能昏厥目前大部分主流的这个电系卡片，并且只要不卡手，这一套在面对蛮多主流构筑也不算弱势的。低能量高伤害一直以来就是这一套构筑的优势，不过依然非常害怕人蛙或者雷公啊这些有 poke 伤害的卡片，因为对方只要直接 poke 我们的化石，再加上我们有一点卡手的话，基本上就非常难打。不过比较意外的是，虽然比赛的数据只有大概70场左右，但是这一套在面对达克鬼龙以及水军的胜率竟然都是5-5开的，目前依然是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B 贴的位置。难道我们的银斑战锤龙要回来了吗？可以期待一下下周的表现。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火一步和仙子一步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6名的成绩， 4.87%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51.01%。整体上优点还是靠着这套火一步的极限伤害，加上一步包包和赤红后，可以直接造成170点的伤害，昏厥大部分主流的基础 ES 宝可梦。整体上虽然使用率有大幅提升，伤害也非常的高，但是还是和上一周面对一样的问题，就是卡手的话并没有那么好的处理水军的问题，并且也是有可能在火一步一叉使用特性，但是没能及时补血的话，对方直接使用赤刃和水军一套带走我方的火一步一叉。上一周一样，目前这就是这个版本最强的火系构筑了，整体上还是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B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雷公和自爆磁怪的构筑，在本周大赛拿到了第5名的好成绩。这一套虽然有花无鸟来做一个防御的手段，不过目前大部分主流都有针对花无鸟的一个对策。而自爆磁怪虽然3合1磁怪有非常漂亮的这个特性能够自行填能，但是3合1磁怪也很大几率被成型的忍蛙和赤日直接抓出去上来扁，所以整体上算是一个偏中期的构筑。如果是不卡手的话，确实是非常强的，但是如果稍微有点卡手，其实在面对水军的话，并没有非常大明显的优势。这一套目前只能给到一个 C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达克鬼龙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4名的成绩， 9.96%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50.27%。达克鬼龙就是非常稳定的一套构筑，在本周依旧是非常稳定的发挥，是妥妥的 S 贴构筑。整体上在面对每一套构筑的胜率都是和上一周类似。从目前环境来看的话，这一套应该会一直 S 贴到版本末尾的节奏。接下来到了第3名的组合是我们的快龙和仙子一步的搭配，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3名的成绩， 0.44%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65.38%。这也是第一次在大赛里看到快龙直接登上前3的排名，身为喜欢快龙的玩家绝对是非常开心的，肯定大部分的玩家是觉得不可能的。不过这一套确实是在450人的大赛拿下了12场的胜利，获得了第3名的名次，并且这一套是带水能量的，电能量只有皮
皮丘是能够填的，所以抽不到皮丘的话，就等于这一套构筑是完全无法攻击的。不过快龙的高爆发虽然是它的优势，不过在我自己实测后，我发现它依然是要靠羁绊之力才能闪一朵的卡住。顺风的话真的是无敌，卡手的话真的是会想笑一笑，直接按左下角的投降键。个人小小的建议，在排位前你最少需要先打200场和这个卡主培养感情一下，这样的话你绝对就能闪一朵了。这一套算是运气好，绝对是 S tier 的构筑；运气不好，绝对是 C tier 的构筑，非常极端的一套构筑。我知道底下一定会有留言，我用了这一套直接5连败，垃圾主播。不过我要劝你一句，不是这一套不强，只是你还没有开始练习闪一朵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水军和忍蛙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2名的成绩，22.14%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51.81%。虽然电信米米和20的崛起确实对这一套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不得不说，这一套在比赛环境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最主要还是它的卡手率不算非常高，并且也是一个有综合爆发续航的一套卡组，在目前版本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存在。哪怕20算是比较克制水军的了，但是在比赛数量多起来后，胜率依旧是能维持在44%左右。这一套依然和上一周一样，绝对是妥妥的 S tier 构筑。最后来到了我们的冠军构筑，20大王的构筑，9.96%的使用率，胜率来到了49.71%。本次大赛的使用率是直接和达克鬼龙一样的，依然和上一周一样非常稳定，并且打大部分的主流构筑都不算是劣势的，都是5-5开或者直接是压倒的。不过这一套构筑在面对暴击文构筑的时候依然是比较不好受的，胜率仅维持在25%左右。不过我相信在本周20大王的数量大量上升后，下一周暴击文的使用率应该也是会大量上升的。而最后偷笑的依旧是我们的水军，在数据的表现里的话，水军是完全碾压暴击文的构筑了。这一套是目前我认为也是可以算是 S tier 的构筑。最主要这一套构筑在1000场左右的对局里，害怕的构筑都是非主流的，遇到的几率并不高。而在面对主流构筑的时候，通常都是以碾压的姿态或者5-5开的姿态来应对的。本期最主要的就是教大家新的英文单词 Shiny Dora， 记得和牌主培养羁绊。比起玩主流构筑上位，或许用自己喜欢的卡组上分，哪怕得不到不是非常理想的成绩，但那才是男人的真正浪漫。不能再说了，我要去练习 Shiny Dora了。大家记得按赞留言，然后也一起去练习 Shiny Dora 吧。